今天我們一起來看朱令他中毒事件。1973年11月，朱令出生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自幼多才多藝，精通鋼琴、古琴，還是游泳健將，學業也十分優異。1992年，18歲的他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，在校期間成為校樂隊主力，同時获評北京市游泳2級運動員，是同學口中才貌双全的完美女孩。1994年12月11日晚，朱令登上北京音樂廳演奏古琴，這場演出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。演出後不久，他開始出現腹部疼痛症狀，起初只在学校醫務室拿了止痛藥，可疼痛不僅没有緩解，反而迅速蔓延至全身。短短2-3天內，頭髮幾乎全部脫落，最終只能請假回家休養，連演奏會慶功宴都未能參加。1995年1月23日，朱令頭髮完全掉光，因全身剧痛陷入昏迷，父母立即將他送往北京同仁醫院救治。經過1個月的全面檢查與治療，醫院始終無法查明病因。因朱令就讀化學系，醫生懷疑其化學試劑中毒。清華大學隨即提供了朱令在校使用的化學藥品清單，證實其實驗並未接觸可致中毒的試劑。蘇醒後的朱令一心想回校參加期末考試，卻連握筆的力氣都沒有。1995年春節後，他的病情稍有好轉。朱令父母早已承受過喪女之痛。朱令的姐姐吳京就讀於北京大學生物系，此前在校外郊遊時意外溺水身亡，朱令是他們唯一的寄托，因此父母拼尽全力為他求醫。1995年3月，朱令不顧父母反對，执意返校，想補修課程，完成3個學期的補考。返校僅8天，即3月23日，朱令再次因全身劇痛陷入深度昏迷，病情發作極為迅猛，被直接送入 ICU 重症監護室。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書，告知父母他隨時可能離世。此事很快引發媒體關注。朱令的高中同學貝志成聞訊趕到醫院，看到昔日清秀的朱令全身插滿管子，眼部外凸，早已沒了往日模樣，內心無比痛心。1995年，互聯網剛進入中國，僅少數高校和科研機構擁有網絡。貝志成的同學恰好精通網絡對外交流，他便想到通過互聯網向國外醫生求助。1995年4月8日，貝志成將朱令的症狀全身剧痛昏迷、嚴重脫髮、面部神經麻痹、喪失自主呼吸功能等整理成英文發布到網絡上。不到半小時就收到第一封回信，數小時內更是收到上百封郵件，其中30%都提及它这種物質。它是一種稀有剧毒金屬元素，易溶于水，無色無味，曾用作鼠藥和殺虫劑。人體誤食或接觸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衰竭、消化系統病變、脫髮等，吸收超1克即可致死。貝志成將所有回信翻譯後交給協和醫院，此時朱令器官已快速衰竭，醫院只能為他進行8次，每次2000cc 的全身換血，卻不幸讓他引發感染。隨後醫院與清華大學召開研討會，校方證實朱令在校未接觸過他相關實驗，醫院也以他是管制試劑，獲取難度大，網絡信息不可靠為由，否認了他中毒的可能。事實上，當時國內他中毒病例極少，醫院根本沒有檢測人體他含量的專業儀器。貝志成並未放棄，持續通過網絡諮詢，半個月內收到近3000封郵件，均指向朱令是他中毒。在他的遊說下，朱令母親於4月27日聯繫到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研究所的陳振陽教授，其團隊專攻他元素研究。醫院送檢朱令的血、尿、腦脊液樣本後，結果顯示他體內他含量是普通人的上萬倍，確診為他中毒，而治療特效藥竟是廉價的工業染料普魯士藍。陳振陽還檢測出朱令體內有2個他含量高峰，證明他是2次他中毒。他中毒的原因無非誤食、自殺、他人投毒3種。朱令身邊人無一人中毒，排除誤食，他中毒過程痛苦至極，排除自殺，最終只剩他人投毒這一可能。1995年4月28日，朱令父母確診後立即報案。然而5·1長假期間，朱令在清華的寢室離奇被盜，唯一丟失的竟是他的洗漱用品，關鍵物證就此消失。警方隨即從他的管制屬性入手調查。當時清華大學能接觸到他試劑的僅有7人，包括2名老師、3名研究生、2名本科生。研究生與本科生寢室分開，1名男性本科生無法進入女生寢室，僅剩與朱令同寢室的孫維成為首要嫌疑人。警方對孫維連續審訊8小時後，其竟被家人直接接走。此後朱令家人多次詢問案件進度，警方均以正在調查中回應。由於他元素不可逆地損傷了朱令的神經細胞，且神經細胞無法再生，朱令的身體狀況持續惡化。2007年，34歲的他被醫院判定為100%傷殘，全身癱瘓，智力退化至6-7歲水平，語言表達嚴重障礙，雙目近乎失明。北京協和醫院也因物證處理不當，被判賠償朱令醫療等損失10萬元。2008年，朱令父親申請案件信息公開時才震驚得知，該案早在1998年就已結案。
公安機關以超過法定期限為由解除了孫維的強制措施，而作為被害人家屬，他们对此毫不知情。孫維在解除限制後隨即移居美國。據悉，孫維的祖父與伯父在黨和政協擔任要職，擁有顯赫的家庭背景。截至案件最終定論，並無直接證據鎖定投毒者。這起震驚全國的清華才女她中毒案最終成為一樁懸案，留給朱令和他的家人無盡的痛苦與遺憾。